我好喜欢上班啊！别这了，每天都能学到新的东西，可以自我成长，还能及时得到反馈，这种感觉太好了吧？不是在说反话吧？我的领导人很好，部门和工作环境都很舒服，哪怕每天2个小时的通勤，我还是很快乐。应该是反话吧？应该是反话吧？每天都会带着笑容入睡，然后精神满满的起床去上班。以前读书的时候我很痛苦，虽然每天也在学知识，但是就是很煎熬，拿到了很好的成绩也没有快乐过。现在上班每天都很快乐，可能跟我现在是实习生相关吧。啊，嗯，甚至我想休学1年干这份工作，被我爸妈劝住了。但我希望我能保持以后上班的每一天都一直快乐，会是我的奢望吗？会，但我是不是不太正常啊？呀，不是这么说吧，你是难得天纵奇才啊，上班奇才你是。你这样，朋友，你千万记住这种感觉啊！你记在心间，将来有一天特别苦闷的时候，回忆回忆这种感觉，能帮你多支撑一会儿。这感觉挺好的。如果真能维持的久一点，其实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但我一直在反思这几年的生活。我是一名全职宝妈，自从孩子出生以后就没有上班。目前孩子即将3岁了，全职宝妈的老套路，每天带着孩子收拾家务，然后就是向上伸手要生活费的流程。为什么是向上？为什么是要呢？你这个用词啊，这个人啊，这说话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语言。你这个用词时间你用不对，就把自己的人生的位置和人生的状态都摆错了。你全职在家带孩子，然后要钱，怎么变成了向上伸手还要生活费？他不应该直接就给你吗？这能对吗？你老这么整，慢慢就不对了。活着就容易活不对了。但是呢，我从小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，就是除非爸妈问我有没有生活费，生活费我才会回答。他们不问我都很难开口要钱，这种习惯到现在以至于我很难开口向我老公要钱。恰巧我老公很了解我这一特点，他几乎很少问我有没有钱，有时候会给我1年的费用，有时候就是想起来了才会转给我。啊，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这笔开销你要报销哦，比如258元，他真的只会转给我258，一点多不了，一点也少不了。糟了，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！很多事情真的分得非常细。酒店押金如果是他付的钱，我去办退房退给了我，他绝对会要回去。这对吗？酒店押金是怎么退给你的呢？酒店押金不应该是退回支付软件或者退到卡里吗？你们还用现金交押金吗？这对吗？啊，这不对呀、这些也是有了孩子后我才发现的问题。我感觉这个人真的好陌生啊。是啊，有点可怕了。我跟他倒也不熟悉了，这个人好吓人呢。孩子即将上幼儿园，我也准备去上班了。好像这样的人真的不值得我有什么留恋的，但是脑子里还是很乱，而且他的工资从来不会上交，还有很多我不想去做的事儿，但是他想，他就 PUA 我。好像也是因为觉得孩子小不想吵，我一直被打压，有时候觉得自己怎么变成了一个想什么做什么的人，被打压成这样了，我不想继续下去了。我感觉好像并不是我离不开他，而是他离不开我。家里大事小事都是我负责，你负责你没钱，那就不叫负责。家里大事小事负责就是家里同时掌管着钱叫负责，没有能力你怎么负责？是这么容易负责的吗？这个叫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你在操心，或者说打理，或者说维持运转，但是不能是负责，是吧？你负不了责。他回家后就像个甩手掌柜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，是我一直在妥协吗？让他觉得我可以一直被打压？干啥？你又错了，又是你的错，又是你错了，都怪你一直妥协。
还是觉得我没有娘家的保护，可以让他一直这样。很多事情明明他什么都懂，都了解我的想法，却装傻充愣，什么也不做。但是作为父亲嘛，他还是很称职。只是这个丈夫这个角色，他真的不太会。你都给他借口想好了，你指望他能怎么对你呢？不会当可以不当嘛？可能是他从小单亲家庭有点关系吧，你又给他想通了，你又帮他想明白了。我想听一下你的建议和意见，给我一些方向吧。啊，出去工作吧，出去工作是对的。你知道他每个月工资是多少吗？你就让他上交呗，也不用上交，你让他把工资卡给你不就行了吗？能不能给？啊？算了，感觉也是个悲剧，将来也是个悲剧结尾。这个小调整已经没有意义了，感觉帮不上什么忙。我估计他稍微一个强势，再跟你聊聊他从小单亲家庭有多不容易啊！给你软硬兼施一套组合拳，你又蔫了。我估计啊，唉，给不了什么太好的建议，因为小修小补啊，于事无补。对你来说，因为让你小修小补，你做不到，很难了。你俩这个感情非常难了。这个人就是对你没啥感情是吧？这就很难了，很难搞，朋友啊，很难搞。基本上也是没什么救了。没什么救啊，你们这种关系比较惨。而且我告诉你一个更痛苦的消息啊，你如果让他给你上交工资啊，我猜啊，你让他给你上交工资呢，他就会跟你大谈感情、责任，说你不信任他啊，然后大谈他从小受到的单亲家庭的创伤痛苦，极力的拒绝。但你要跟他提离婚呢，你可能连一个像样的挽留都收不到。你自己感受一下，自己感受吧，这咋办呢？不要轻易放弃工作啊，朋友们。说，真的不要轻易放弃工作。这事儿就不对劲儿。你说你要放弃工作，当全职，在家全职的话，那一天开始，这个家里的钱就应该是你来。我觉得这是个前提吧。你这前提都错了，我怎么给你整啊？只能亡羊补牢啊，跑吧。咱也不是说让人家是吧一分不留全给你，但是很荒谬啊。就是说，就这里面最让人伤心的是这个没有感情啊。你说是如果一对相爱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你发现到自己的伴侣是一个很小心、对钱上很敏感的人，你就更应该主动给他了。
都不用说，不是说全交给你，就是正常相处，就是更主动的那个，不要让人心理上难受了。这个是完全利用你的弱点，你还有啥好留恋的？这个太吓人了，这个是纯纯的欺负人啊！好吧，我真觉得是没必要，真没必要。这是个欺负人的行为，真没必要。撤吧。但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快2年了，他对我很好，一般都是我说啥他做啥，他很怕我生气，很怕我难过，就是那种我声音大点，他都会惊恐的看着我。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养了个儿子，因为我说啥他都听。可能是他生活环境带来的吧。他说他后妈总是对他发脾气，拿他的小问题一直说，他会因为不想爸爸为难，一直顺从道歉。可是他大部分时候都觉得是他妈的问题，情绪暴躁。不过我觉得他妈是对的。哦，哦，惺惺相惜了。我亲妈也会这样骂我。哎呦，你俩真是天作之合。所以他性格很顺从，很被动，这也导致他不会主动思考我的感受。比如我和他朋友和他一起走路，他不知道需要给我们找话题，让我融入一下。当我跟他说教他应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他也会听，也会尝试。不过那之后他会逃避，尽量避免我和他朋友接触。他说怕处理不了，怕我再生气。我说我希望你将心比心，尊重我。他说不知道怎么比，因为他不介意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不理他。这是个旧账吧，可能也不该翻。总的来说，他从来没主动让我融入他的社交圈子、家人。他说，因为他面对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一面，所以当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如何应对。而我一直主动让他融入我的朋友，我的家人也很喜欢他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久了之后，我会因为一直需要我主动，我感觉很累，特别是回国度假异地后，发现没有他我也可以很开心。后来度假归来，我和他在一起感到有压力，就是那种遇到问题他也会陪伴，可是仅限于陪伴，有个人在身边的那种。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，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呀，放生吧，让他出去再成长一点，这后面不想看了。我们现在刚开始了2个月的冷静期，我提出来的，我想让他好好想想该怎么改变。哎呀，你可真行，你主动承担起了他后妈的任务。啊？我提出冷静2个月之前，我也犹豫过、挣扎过。提出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对的事情；分别的时候，还是很难过。我朋友都说很难找到像他这么爱我的男生了。他确实对我很好，听话，唯命是从。换来的也是他的被动，没有情绪领导力。是不是我被他宠得不知好歹，太贪心了，或是要求太高？我的性格也挺强势的，人无完人，每个人都有优缺点。你的看法是什么呢？我的看法是，年纪轻轻的为什么就要领养一个这么大的孩子呢？啊，这就是我的看法。啊，你不光要跟他分手，你那个朋友也应该绝交。我朋友都说啊，还不是一个，你那几个朋友都应该绝交啊！我朋友都说很难找到像他这么爱我的男生了，你让他们处吧，你不都介绍他们认识了吗？你让给他们几个找个幼儿园，让他们好好过吧。
听着都背。听话，唯命是从。唯命是从，说是。为啥？为啥要找一个唯命是从的伴侣啊？啊？这是个什么优点呢？不是个优点。是吧？对，去创业也行。又来接我吧。好的。真的有时候气得头晕，快给我接走，还挺头晕。哎呀，好控制，唯命是从，听话，在你这都是优点啊，姐们儿。哎呀，不知道。好的，你这样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姐们儿，你还跟这么个人在一起啊，你常年给他安排生活，命令他，指使他，让他听你的话，你负全责啊，打他他就哭，骂他他就笑，长此以往，你啊，你也长不大。你看起来像个当妈的，其实就是过家家给那种当妈的，对你也没有任何好处，好吧？悲剧，这就是将来俩悲剧凑一起了，对你也没有任何好处。我穿的 XL，你说你这你也长不大，你还以为自己咋回事呢？我这见过，好见过，我也见过，但是这个你们见过这种伴侣吗？感谢啊，追逐繁星的旅人，你这礼物又没见过，我的天哪，这是谁啊？哦呦，哎呦，天鹅，哎呦，小咕噜，哎呦，手拉手步入殿堂，婚姻的殿堂，我的天哪，这一个小礼物，这一个小礼物比我的一生都长啊！谢谢啊，谢谢，感谢这礼物，看了一出戏啊！我见过这样的伴侣，就一个人特别的强势，咋咋呼呼，说一不二；一个人就是蔫儿，指哪打哪，很痛苦。旁边人是压力很大的，就坐在旁边就觉得干嘛呢？就旁边人稍微成熟一点的话，在旁边都觉得怎么感觉哄俩小孩呢？得。
是吧？人和人在一起还是要有成长的感觉。人和人在一起，在一段关系里，自己觉得都没有办法成长，一种死的定型的感觉。就一段关系，它就没有生命力，它不能变化，不能成长，它死的是个僵局。你们就不是陷入一段关系了，是陷入了一个僵局，很痛苦，很痛苦的，一潭死水，对不对？对谁都不好，尤其是那个在这里面强势的那一方，哎，觉得自己还挺好，不好。这个上次播完，我就是上次你们是不是跟我说这个叫什么肋间炎还是什么，一直疼到今天，就这个地方，一摸就疼，在这坐着一下动不对了也疼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，贼不得劲儿。神经痛，这玩意儿咋治啊？啊，这玩意儿是不是也没法治？对吧？我记得就是忍着，我以前也疼过一回，这好久没有这么疼。关键是前段时间疼了一下，觉得好了，结果上次直播完了就严重了。哎呦，给我推荐上了，这我问问老苗，确实我忘问了。老苗啊，我这个左胸就是肋骨疼，肉疼，拿手指头一摁就疼，使劲使不对了也疼。然后我直播说疼，他们说好像是肋间炎还是什么玩意儿，是吗？这玩意儿你有招吗？给整整。还有1分钟啊，发券了，发券了。咱们这个发完券，接着读信。胆结石啊？这儿不能啊，胆结石可不能。我还胆结石，我要是疼还能坐这儿，那我真是意志力太强了。胆结石如果真犯了，那个疼人是忍不住的，直接就翻过去了。这我还是知道，这不可能。而胆结石一般是背疼。发券了，发券了，朋友们。我就是觉得我笑太多了，我就笑控制不住了，前仰后合的笑，感觉就是笑抻着，这个皮疼。但我15年出国，谈了个4年的恋爱，后来变得一地鸡毛，出轨、动手、争吵，然后我搬到另一座城市，另一座城市之后，我遇到了 A， 他是一个律师。但是后来发现他有对象，谎话连篇，我不断的后撤，他不断的纠缠，2年后受不了又断了。那之后又遇到个 B， 那第一个为啥就不能给人家一个编号呢？连姓名都不能拥有吗？啊，直接从 A 和 B 开始。那之后遇到个 B， 开始前2周对我很好，能开50公里的车给我送吃的，很快确立一个关系。但是后来总说自己工作忙，然后对我也很敷衍，谈了1个月就分手了，他也没有挽留。那之后3个月我都一直很难过，然后又遇到了 C， 真忙啊。然后这个人开始的时候塑造了很温柔、很会宠女朋友的影响，印象吧，说话有趣，说自己被女朋友甩了，然后天天找我说话，就这样闯进了我的生活。后来才知道他有一些不好的生意，然后还有焦虑症。然后我想着以后可能会变好，
但是他竟然有一天突然消失了，说病太重了，谈不了恋爱了。后来过两个月不到，他就结婚了。你这都是，我的天，这一个人一辈子能遇到你这其中一个这么倒霉的事儿，你这啥呀？第一个就是个出轨动手，然后是 A 谎话连篇，然后 B 敷衍不挽留，然后是 C 消失焦虑症，完了2个月结婚。我的天，朋友，这都啥呀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然后是 D， 还有 D 一个大哥和我谈了几个月后，说我投资的房产太多，抗风险能力太低，然后跟我分了。我好像把握到关键信息了。再后来是 E， 一个离异男，天天喝酒，说我情绪不稳定，和我分了，说他也 PTSD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谈了挺多的，我听出来了，真不少，一个个都没走到最后，经历的伤一点都不少，每次分手都跟扒了层皮一样，好不容易好一点，回忆也会不自觉地钻到我的脑海中。年纪也30多了，周围的人都有稳定的伴侣，我却一直受感情的伤。到底什么是爱情？我是一个在感情上很被动的人，如果对方没有说分手，除了选择问题，我大概率都会继续试试。但是每一次对方都放手了，不管什么原因。所以到底有没有爱情？我现在不敢相信任何人，也感觉自己不配爱，每天过着都很烦，总哭。什么时候我才能不受这些影响？我能一个人也好好活着，开开心心吗？怎么会呀？不是你怎么买的那么多房产啊？你这投资是亏是赚呢？他对吗？房产是重点吗？重点，我觉得就是重点，重中之重。说一个人如果赚钱能力强、投资能力强的话，对待感情不会这么缺乏分析能力啊。然后呢，与此同时也不会，我该怎么说？就是怎么能老遇到坏人呢？对不对？如果你是投资能力强、赚钱能力强，这个圈子怎么一个好人都没有呢？啊，你的朋友呢？帮你参谋的人呢？不太对呀、我觉得不太对劲儿，有点怪。整个这个故事有点怪，有点怪怪的。你可以想想你的圈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你身边的朋友哪儿去了？啊，我比较好奇啊，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啊？然后你这个是吧？平时状态跟谁都在跟谁玩？你平时生活是什么样的？啊？我感觉你这个身边这个气氛有点怪啊，古怪怪的，没对了，这没对。也不知道该是怎么调整。一般要成这样了，
我觉得你可以想想这些人你都是怎么认识的，跟你身边就这种途径路径，你是不是什么朋友介绍，还是你怎么一些 party 还是什么的？你把这些东西想一想，你是不是得换一换这个圈子啊？没事找个图书馆待会儿呢，感觉没对呀、这都怎么认识的呀？都这么绝的人，都怎么认识的？然后你特别渴望谈恋爱这个事儿，是不是已经嚷嚷出去了？完了，你的朋友们也天天在外头给你嚷嚷，然后与此同时嚷嚷你有很多房子啊，你自己想想，判断判断。柚子酒好喝，牛脆脆也塞牙吧，没那么塞。柚子酒是酸口的。亲爱的蛋哥，我要劝年轻的弟弟妹妹进入婚姻请慎重。我是27岁生日前相亲认识我老公，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麻将不爱玩，持家，没有不良嗜好，就在一起了。1年以后结了婚，婚后2年有个孩子。我老公没有爱好，就爱存钱，我们 AA 养娃，真的角角分分都跟我算清楚。这些年也没往家里付出过什么钱。最近我们在冷战，导火索是他在今年2月份纠结，去年12月他给儿子付了一笔299，让我转150给他。不应该是149.5吗？我真的很生气。第一，这笔钱是我记账的，已经让他12月少转给我了，他也未免太不信任了。第二，作为一个男人，老婆还要多花他200多，至于吗？从来没见过这么小气、吝啬的人。他现在到了衣服鞋子都穿单位发的，肉类都是从他父母那给拿的，除了存钱就是存钱。我们工作还都不错吧？我们并非是为了生活而不得不节俭。我不理解夫妻各用各的，养个孩子还要这样计较，有什么意思？看着存折上的数字增长就是人生的全部吗？我现在对他就是每个月能把儿子账单一半给我就行了。婚内为个钱那么累，离婚感觉比现在还不给钱，他难道不懂法律吗？那299在我口袋还是在他口袋，都是夫妻共同财产。我没有想要他多少钱，就是一个人养儿子又出钱又出力，他什么都不付出，我不平衡。我们是省内异地工作，他周末回来，现在已经是冷战10天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婚姻好沉重，一地鸡毛。每天读信，我也是大开眼界，真是，都跟看小说似的。小说这么编，我都得点差评啊！真是大开眼界。姜黄饮还可以，这姜黄饮上场卖的特别好，一盒是6个这样的。配料表：菠萝、橙子、姜黄、柠檬、生姜、黑胡椒、椰子油，没了。不懂啊。不是，我也挺佩服你的。一般这种爱情，我就觉得这大开眼界，就是这个日子过成这样吧，已经过成这样了，这不是还能过下去？关键是这是最诡异的，这怎么过下去的呢？这不应该是第一次事情不对的时候就已经过不下去了？怎么过下去的？这怎么过下去的呀？
难以理解，理解不了，但我也不想理解，这玩意儿理解了也挺吓人，还是不理解。真的好难理解啊，好难理解。但我现在觉得人生好痛苦。白天读《当下的力量》，他说当下所产生的痛苦都是源自对现状某种形式的不接受。他说的对，我或许无法接受一事无成的自己。毕业后的工作经历简单概括一下，就是由于我个人选择，先后辗转了4个城市，最后以我重度抑郁、中度焦虑，在办公室晕倒而告终。现在还是个无业游民，或许我是因为这个痛苦的。啊？你重度抑郁、中度焦虑，如果是确诊的话，这不就是因为这个痛苦的吗？因为生病了痛苦的吗？你中间还有那么多因为所以，是为什么呀？但我就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吧。那些我曾引以为傲的品质，在工作里被碾压的稀碎，和过去那个热情洋溢的我一起死去了。我每天都很痛苦，但我找不到出口。我现在不敢看任何社交平台，我特别害怕看到让我内心起波澜的东西。有时候即使是一条毫不相关的信息，也会让我劝自己半天，比如告诉自己那是别人的生活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道，或者这样的事儿不会发生在你身上，你是安全的，诸如此类。但我太痛苦了，可我也抓不住任何东西。不是，你到底有没有去看医生啊？你现在不应该看医生吗？但其实我挺幸福的，我有2只可爱的猫猫，有爱我的男朋友，即使在我没有工作的几个月里，他也有很好的照料我，还有很爱我的朋友和姐姐，还有我知道我妈也是爱我的，只是我的内心没有支撑。我迫切的想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。不好意思，我说的很混乱，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。最后我想感谢你，巴拉巴拉，后面都是感谢我的。不是，你看医生去啊，朋友，你别感谢我哈，你看医生去吧，快去吧。啊，别琢磨了，你这得看医生啊。9点19分，我的朋友们就喝多了，太早了吧也。但我的天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等会儿吧，这都搞创作呢，这搞上创作了。等会儿，读点这个，不用搞创作。读个快乐的，但今天是我非常快乐的一天，是吧？读一个快乐的，缓解一下。刚刚来好几个很不快乐的朋友。今天是我非常快乐的一天，所以我决定写一封信给你，把快乐分享给你。好嘞。昨天我去乡下外婆家吃饭，吃到个非常美味的荠菜（括弧一种非常鲜的野菜）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告诉我什么是荠菜。昨天的我当即决定，今天要去挖，我要开始叙述今日复位的快乐了。
我一个人走在挖野菜的路上，先碰到了一只可爱的大金毛，我和它打了一声招呼。你怎么不告诉我什么是金毛呢？你金毛后面你也打个括弧啊，一种非常可爱的狗什么的。先碰到了一只可爱的大金毛，我和它打了一个招呼，然后又看见了一台自助照片打印机，这不括弧吗？一种很方便的机器。我立马停下，打印了5张和朋友的合照，边走边唱3公里，耳机里头是喜欢的歌曲，心情是自由的亢奋。走上一座大桥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喊出 "I'm the king of the world"。听泰坦尼克号呢。挖的途中遇到一只非常可爱的狸花猫，一脸懵的看着我。不过我一靠近它就跑，因为挖野菜我发现狗屎真的很多。希望所有养宠物的主人能清理干净。你去哪儿挖的野菜？听起来这个地儿也不是很野呀。我希望流浪的狗狗也能遇到一个愿意为它捡屎的主人。好的，回来路上遇到了卖酒酿的摊儿，我买了一碗酒酿，洗完澡喝，滋味真的非常好。明天我预定了 KTV， 打算一个人去唱歌。我也经常和朋友们一起玩。2024是我蜕变的一年，没错，我重生了。也要谢谢你的小卖部，让我听了很多故事，有了很多思考，有很多感悟。今年情人节那天，我在占卜直播间抽到当天直播间最好的一张牌，说我2025人缘会非常好，非常期待。你还是多看我直播间吧，行吗？你喜欢啥牌，我给你准备一下子，好不好？啊？不是，你前面说你谢谢什么我的小卖部这那的很多感悟，最后你去占卜直播间抽了一张牌，你没来我这买点牛脆脆吗？你干啥去了？你回来！你喜欢什么牌到底啊？真难受。唉。最后，我想夸夸我自己。我在洗澡的时候构思这封信的时候，我想到自己发消息在朋友们的群里会有长时间没有人回复的时候，我一直期待回复，说明我是一个渴望和世界产生链接的健康的人。但是没有回复，我也不会很焦虑。我真是一个很快乐的人，很容易感到幸福的人。希望这份快乐能传递给每一个人啊！希望世界和平，希望大家都好。PS， 我是 INFP， 我要打破一些刻板印象。网上对 INFP 流泪猫猫头实在太刻板了，愿世间没有刻板印象。还有，如果读了我这封信，我可以收到回复吗？因为我从来不看直播，我只看切片。谢谢。把这段掐了，我刚刚这段直播，谁都不许做我刚刚这段直播的切片，谁都不许做。谁也不许做，好吗？你不光是一个很容易快乐的人，你也是一个很容易让别人不快乐的人。谁也不许做刚刚这段的切片，我好后悔啊！我心想前面这个来几封信，几位朋友都有点压抑，我说我读一个快乐的，让大家心情好一点。好吧，给我整压抑了。唉。哎呀，嗯，
别整我呀，整我干什么呀？整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呀？